各位同学，我们来到第6个 part， 我们将介绍如何用 CCS 来实作我们的 IR 滤波器。那我们首先也提到我们的滤波器的规格，然后我们这是个低通滤波器，然后我们的取样频率是1024 Hz， 通过频率 WP 是250 Hz， 通过频带电波 RP 是-3 dB， 截止频率 WS 是500 Hz。然后截止频带响应大小 RS 是-50 dB。好，我们一样可以知道说，在 MATLAB 是用这样的指令来设计出我们要滤波器的系数。好 ，n 是得到最小阶数 ，Wn 是我们刚才讲的截止频率。然后在我们 CCS 下面，我们首先要执行我们专案。那首先第一步骤，我们必须执行我们这个 MATLAB 指令。好，这个 MATLAB 指令主要是要让我们来产生出我们要的滤波器的系数。好，然后最后输出的这个系数就是代表我们滤波器好的系数的档案，然后我们会把它存在这个 IR16 好 COEFF.txt 的档案中。好，然后这时候啊，这个主要的这个 MATLAB 的程式啊，主要是要告诉我们如何设计Butterworth 的滤波器。那计算完之后，我们知道说我们最后会是在我们的 DSP 上面实现嘛。所以在这个 MATLAB 里面，它做一个动作是说，当它产生这个滤波器的系数的时候，它顺便把它转成 Q 格式。好，所以这边的时候，它不是用 IQ 来做，它是用 Q 格式来做一个示范。好，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创建我们的这个专案，叫做 Unit 13。.prj 这个专案，然后我们将档案复制到专案下面，包含这3个档案，好 filter.h、ir.h 跟 ir16.asm 这3个档案。好，那接下来我们将我们main.c 的内容取代。好，那请参考我们下面的投影片。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 ir.h 滤波器的设定，基本上它主要是做滤波器的设定。好，然后 IR16.asm 它基本上是一个 IR 滤波器的实作，它这边它副档名是 ASM， 主要是因为用组合语言来撰写，它执行的效率会更好。然后这个 ASM 同学不用自己来写，好，我们这边会因为 TI 有提供这样的 ASM， 所以我们在这个专案里面，我们可以直接这样来实作。好，那我们首先来看 IR.h 这个滤波器的系数的内容，主要是我们这个系数的设定是根据我们刚才 MATLAB 这程式最后执行完之后会产生 Q 格式的系数，然后把这系数贴到 IR.h 这里面档案的宣告里面。所以从下面看到橘色部分，这边表示的就是我们从 MATLAB 里面所产生出来的系数的设定。假设你在 Butterworth 的设计上的规格有修正的时候，我们透过执行 MATLAB 程式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系数的输出。好，所以这些系数是从 MATLAB 产生出来的，然后 MATLAB 里面最后还会把这些系数变成 Q 格式。所以各位看到这些系数都是整数嘛，都很大，因为它已经变成 Q 格式。那 Q 格式是哪一种 Q 格式呢？就是 Q14，因为最后面一行有写有没有 QF、MAT。就 Q format 它基本上是 Q14的格式，也就是说它的 scale 是2的-14次方，好的 scale。接下来我们来看main.c，main.c 一开始就多一个变数的宣告与设定嘛，所以我们会 include filter.h 跟其他的.h 档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下面就是一些我们滤波器系数的设定，各位同学可以照这样的方式，好来打进去。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最上面行有一个系数的设定嘛，好，会设定一个阵列，好，然后就是会用刚才那个滤波器，好所得到的从 IR.h 所得到的滤波器的系数从这边设定进去。然后这边呢，我们同时在面这个程式里面。会有一开始会做一个初始化动作，然后这边主要是初始化动作，就是会根据刚才我们产生出来的 MATLAB 产生出来的结果嘛，写在 IR.h 里面，好，然后在这边再设到我们 IR 的程式里面，
好，所以这边做一些参数的设定。好，那这些参数是由我们 MATLAB 的程式所产生的。好，所产生之后会贴到 IR.H 里面。好 ，IR.H 里面程式在 run 的时候，它就会设定到我们的 IR 滤波器的一些function的一些变数里面。好，这边做初始的设定。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一开始我们必须先设定我们的输入，然后这边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测试，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先把输出设成0啊，好，这是把它清掉。接下来我们看到这边有设成1，主要目的是说我们来测试这个 IR， 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输入讯号，假设是有10个1，好，来输入，来验证说我们算出来的结果跟 MATLAB 的结果是否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这边设定成1是比较简单。然后它后面为什么1乘上 POW 那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1是代表我们浮点嘛，但是我们要换成 Q14，好，所以我们就乘上后面那个指令，后面指令就是2的14次次方，因为我们现在是用 Q14，好，所以可以得到 IR 的输入。接下来 IR 的点 CALC 就代表开始计算，计算结果会放在 IR 点 output， 所以等于说最后的结果再除上 POW， 好，后面那些东西就代表说最后结果除上2的14次次方，才得到最后浮点的 y。好，那这边是 filter 点 h 的设定，那这边是 IR 点 h 的设定，好，就是我们要宣告一个结构，好 struct， 然后接下来把刚才那些用到的function做设定。然后这边是代表我们滤波器的系数从 MATLAB 里面产生出来的，我们把它贴到这边来，就可以结束 IR 点 H 的设定。好，这个 IR16 点 SM 就是 TI 所提供的组合语言的程式。好，这个程式我想同学应该不用看，因为这部分我们也现在也没有学到，好，所以只是提供给同学可以比较做快速的好计算，这样比较最佳化。所以这是 IR16 点 H 的程式。好，最后输出的结果，我们可以从 CCS 最后可以看到，我们从 Watch 视窗可以看到我们的输出是这些值，然后我们再把这些值跟我们 MATLAB 的输出做个比较，发现结果怎么样？是一致的，也就证明说我们的程式是没有问题的。好，所以跟比较之后怎么样？我们可以用这个我们要怎么比较呢？我们就将 MATLAB 程式有没有把3个单元 MATLAB 程式换成这一行，就是输入都是为1嘛，好，然后去算，得到 MATLAB 的结果输出是这样，跟上页 CCS 输出怎么样？结果是一样的，差不多。为什么会差不多不是一样呢？因为我们用的格式不一样，因为在 CCS 是用 Q14。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程式，首先要 include filter 点 h、IR 点 h 跟 IR16 点 SM。好，我们来看一下面档。面档一开始是做一些宣告嘛，做一些宣告。它这个宣告是有我们刚才投影片有讲，好，这些宣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 IR16 这些 NBIQ， 就代表2阶这样系统有几个。那在我们例子里面实际上只有1个。好，面档里面一开始做一些宣告。好，那这些宣告就是我们从 IR 点 H 里面得到的值，现在开始会做初始化。然后输出我们一开始先把它变成0，好，以免我们到时候输出会有问题。然后输入我们先给1嘛，乘上2的16次方，因为现在是 Q14的格式，好，得到 IR 的输入。经过这个程式 IR 点 CALC 这样计算，好，这是一个组合语言程式在执行。最后输出的结果会除上2的14次次方，为了变成浮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filter 点 H。就是做一个这样宣告，然后 IR 点 H 是我们刚才讲过的struct 的宣告，结构的定义，然后定义成的 struct，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些function的宣告，那这都是用组合语言去实做的，这部分是从 MATLAB 所产生出来的，那记得最后 MATLAB 会把它转成 Q14的格式，那这些东西我们会把它从 MATLAB copy 下来，从 MATLAB 的输入档案 copy 下来，再贴在这边来。然后 IR16 点 SM 就是我们从 TI 那边取得的一个组合语言的执行程式来计算 IR 的结果，分别有不同的这些function嘛，这是我们在 C 程式所 call 的。我们回到面档里面，最后我们来执行，然后按这个 debug
就得到我们的结果。那一样，我们进入面档，好，然后我们来设定个中断点，在最后面设定个中断点，点2下，然后再来执行。记得我们这边现在输出有没有？还不是我们的值嘛？执行完之后，输出就变了，好，变成这样。然后我们来验证一下，这样的结果跟我们 MATLAB 的结果一不一样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MATLAB 这边，哈，这边是 MATLAB 的输出嘛。然后我们来比较一下，跟 MATLAB 的输出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好，一开始的值两边比起来，所以在 CCS 上面 IR 的输出跟在 MATLAB 的输出结果值是一样的，好，所以可以证明我们的程式没错的。我们这边把它秀大一点，各位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一开始输出值是0.4246，有没有？给两边比较一下，结果都是一样的。从 MATLAB 得到结果跟 CCS 结果是一样的，可以比较一下。各位同学，在这个 part 当中，我们介绍如何用 CCS 来实作 IR。那主要是我们透过 MATLAB 所产生出来 IR 的系数，然后把系数转成 Q14的格式，再把它填到我们 CCS 里面的档案 IR.H 的设定。好，然后设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利用 TI 所提供的 IR16.SM 这样的组合语言程式，来帮助我们做滤波器加速的运算。然后得到结果，我们再跟 MATLAB 的结果比较，发现我们得到结果在 CCS 下面跟 MATLAB 是差不多的。主要差异性是因为在 MATLAB 里面是用浮点，好，是看你的 MATLAB 里面的精度，但是在 CCS 下面我们是用 Q14的格式来设定，所以它就会有一些两个之间就会有一些误差，但是它的误差是非常小的。